在我家吃飯比上朝还講規矩，媽媽必須請爺爺7遍，他才肯動筷，少1遍不行，語氣不對，重來。30年，全家都認了。直到我媳婦進門那天，他看了一眼涼透的菜，看了一眼等第5遍的爺爺，起身收碗。不吃，行，我到了。我叫沈霄，如果你問我從小到大最怕什麼，不是考試，不是挨打，不是半夜上廁所，是吃飯。在我家，每頓飯都是一場持久戰，準確地說，是一場行為藝術。媽從廚房端菜出來，擺好碗筷，然後深吸一口氣。爸，吃飯了。第1遍，爺爺坐在客廳的太師椅上，手裡捏着收音機，眼皮都不抬一下。好，這是規矩。我從小就知道，第1遍是不會有回應的，就像你在微信上跟領導說在嗎，永遠不會秒回一樣。媽等了30秒又開口：爸，菜都做好了，趁熱吃。爺爺鼻子動了動，像是聞到了什麼味道，但身體不動，紋絲不動。我和爸坐在餐桌旁，面前是一桌熱氣騰騰的菜，紅燒排骨、糖醋魚、蒜蓉西蘭花，還有一盅爺爺愛喝的老鴨湯，香味直往鼻子裡鑽，但沒人動筷，不敢。在這個家有一條鐵律，爺爺不動筷，全家不准吃。爸，吃飯了。而爺爺動筷的條件是，媽必須請夠7遍，1遍不能少，1個字不能差。你以為我在講相聲？不，我在講我家的日常。快了，快了！他走到飯廳門口站住了，掃了一眼桌上的菜，然後皺了皺眉。爸，今天燉了您愛吃的老鴨湯，特意去菜市場挑的老鴨。第3遍，爺爺輕輕了一聲，別高興太早。這個不代表要起身，只代表已閱，相當於領導在你的報告上畫了個圈，僅此而已。我看了眼手機，6點18分，菜是5點50上的桌。按照以往經驗，整個流程走完得到6點40左右，也就是說，那盤糖醋魚從出鍋到入口，至少要經歷50分鐘的冷卻期。50分鐘，熱菜變涼菜，涼菜變冷菜。爸，您過來坐吧，大家都等着您呢。第4遍，媽的語氣依然溫和，臉上帶着恰到好處的微笑。30年的功力，這笑容已經可以做到不走形，但如果你仔細看她捏着圍裙角的那隻手，指節發白。爺爺關掉收音機了，好兆頭。但他沒起身，而是端起茶杯，慢悠悠抿了一口。我爸在桌底下碰了碰我的腳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別出聲，快了。我忍住了肚子裡的叫聲。爸，都是您愛吃的菜，排骨燉了2個小時，骨頭都酥了。他走到飯廳門口站住了，掃了一眼桌上的菜，然後皺了皺眉。湯勺呢？媽一愣，趕緊跑進廚房拿湯勺擺好。爸，您請坐，這就齊了。爺爺邁步走向主位，我的喉嚨在分泌唾液，我爸的筷子已經在桌面上微微位移了3毫米。爺爺坐下，手放在桌上，但不拿筷子。對，還差1遍。7這個數字在中國文化裡代表齊，我不知道爺爺是不是這麼想的，但他就是堅持要7遍，少1遍，哪怕全桌人餓死，他都能做成一尊雕塑。媽站在爺爺身旁，最後一次開口：爸，您動筷吧。安靜了3秒，爺爺嘴角微微一動，終於伸手拿起筷子，夾了一塊排骨放進嘴裡咀嚼。今天排骨不錯。這句話是全家開飯的發令槍。我爸的筷子瞬間彈射起步，精準命中糖醋魚的魚肚肉。我左手排骨，右手雞腿，恨不得把臉埋進盤子裡。媽最後一個坐下，她總是最後一個坐下。你們可能覺得這事兒很離譜，我曾經也覺得。大概在8歲那年，我第一次覺得不對勁。隔壁趙阿姨家吃飯，怎麼是一喊就上桌？我趴在陽台上看趙阿姨家窗戶裡的燈光，看他們一家3口隨隨便便就坐下，隨隨便便就動筷，隨隨便便就把一頓飯吃了，沒有儀式，沒有等待，沒有7遍。我當時覺得趙阿姨家好野啊，1遍就吃，不講規矩嗎？你看，人被馴化久了，會覺得籠子才是正常的。後來我長大了，出去念書，和同學合租，在外面吃了幾年自由自在的飯，但知道歸知道，回到家，規矩還是規矩。爺爺往那兒一坐，就是一座山。畢竟是長輩嘛，老人家嘛，讓一讓，他開心就好。全家人都是這套說辭。
說了30年。我媽的嗓子每年冬天都会犯咽炎，大夫說少說話，多喝水。她怎麼少說話？一天3頓，1頓7遍，一年365天，7665遍，一年。而她整整堅持喊了30年。重點是我快結婚了，我要把我媳婦帶進這個家。我看了看手機裡裴雲的微信頭像，那張臉笑起來陽光燦爛，但發起脾氣來能把空調外機罵停轉。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，這個家的規矩怕是要撐不住了。事情還得從頭說起，我家這個請7遍的規矩不是從盤古開天辟地就有的。據我媽回憶，她剛嫁進沈家那年，規矩是3遍。對，3遍。那時候爺爺剛退休，從鎮上供銷社主任的位子上下來，一輩子當領導當習慣了，在家裡也得找點被尊重的感覺。叫我吃飯得叫3遍，這叫禮數。他是這麼跟我爸說的。我爸那時候剛結婚，正是孝順的年紀，想都沒想就答應了。我媽更沒話說，新媳婦進門哪有說不得分。爸，吃飯了。爸，菜做好了。爸，您来吧。3遍，簡单快速，15秒搞定。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，我家就是個普通的稍微有點講究的中國家庭。但人的慾望是會膨脹的，就像你開始只是想摸個魚，後來發展成上班8小時摸魚7個半，5年後3遍變成了5遍。原因是我出生了。用爺爺的話說，添了人口，家規也得跟着提升。兒媳要是連請公公吃飯都不上心，這個家的風氣就散了。我爸點頭稱是，我媽忍了，5遍就5遍吧，多費2句話的事。又過了5年，我上小學了，5遍變成了7遍。這次的原因更離譜，我爺爺看了一部電視劇，裡面的老太爺每次上桌前，全家人要齊聲喊請太爺用膳，他回來就說，人家那才叫規矩，7代表圓滿，以後就7遍。我媽那天炒菜多放了2兩鹽，我爸說那天的菜鹹得嗓子冒煙，但規矩還是7遍了，從此以後再沒變過。不是沒人挑戰過，我大伯家的嫂子性子急，有一回過年回來吃團圓飯，輪到她請，是的，人多的時候爺爺會指定由誰來請，他喊了5遍就不耐煩了，爸，你趕緊來吧。爺爺面色一沉，一句話沒說，起身回房間鎖門，不吃了，一整個除夕夜沒出門。大伯在門口賠了2個小時的罪。初一早上，爺爺打開門，第一句話，規矩就是規矩，受不了可以走。大伯嫂子從此再沒在我家的飯桌上坐過，每逢年節他都正好有事回不來。這件事之後，全家再沒人敢質疑這個規矩，我媽成了唯一的固定的請客官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請7遍，等開快，端熱菜吃涼飯。我從小看到大，小時候不覺得有什麼，長大後開始覺得不對，但我什麼也沒說。不是不想說，是我爸提前給我打了預防針。你爺爺這人就這個脾氣，他也沒別的毛病，就是好個面子。你媽都忍了這麼多年了，你別去捅那個馬蜂窩。我爸這人怎麼說呢？他是全世界最精通和細膩的男人。30年來，他從未在爺爺面前說過一個不字，也從未幫我媽說過一句話。但我以前也沒資格說他，因為我也忍了20多年。直到我遇見裴雲，裴雲，我大學同學，長得好看，腦子靈光，關鍵是性子剛。剛到什麼程度？大3那年，食堂阿姨打飯少了他1勺米，他站在窗口不走，跟阿姨理論了15分鐘，直到後面排隊的人都開始鼓掌。阿姨認輸給他加了1碗。讀研的時候，導師讓他周末免費加班趕論文，他直接回了1條。然後他真的沒去，導師也真的沒把他怎麼樣。就這種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獨怕無聊。我們大4在一起的，畢業後異地了2年，他考回我所在的城市，我們同居了，日子過得自由自在。吃飯啦！來了来了。2個人吃飯，誰先餓誰先做，做好了喊一聲，另一個人屁顛屁顛就來了，不用請，不用等，想吃就吃。那段時間我才發現，原來吃頓熱乎飯這麼簡單。但問題是，我們終究要面對婚姻，而婚姻在我們這座小城意味着一件事，得帶他回家見爺爺。這件事我拖了半年，裴雲問了我3次，什麼時候帶我去見你家人？什麼時候帶我去？前2次我找理由搪塞了，最近公司太忙了，下次吧。到底什麼時候帶我去？第3次，他的眼神告訴我，再不帶他去，
我可能就不用帶了，因為我可能就沒有女朋友了。於是在一個週六的早上，我開了1小時的車，帶着裴雲回了老家。路上我做了一件事，我開始給他打預防針。那個君君，我跟你說個事兒，你別太驚訝。怎麼了？你家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秘密？上次你說你家廁所沒有鎖，我已經夠震驚了。不是廁所的事兒，是吃飯。吃飯怎麼了？我家吃飯有規矩。什麼規矩？用公筷？不准標雞嘴？不是，是我媽請我爺爺吃飯，得請7遍。裴雲扭頭看我，什麼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每頓飯我媽得站在爺爺面前請他7次，他才會坐到桌前拿起筷子，然後全家人才能開始吃。裴軍沉默了5秒。你在跟我開玩笑？我沒有。又是5秒的沉默。7遍。7遍。每頓飯？每頓飯。一天3頓？一天3頓。裴雲的表情經歷了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，懷疑，他覺得我在編故事逗他。第二階段，震驚，他發現我的表情不是在開玩笑。第三階段，學術研究般的興趣。等等，這是什麼？ PUA 精神控制，還是你爺爺有什麼心理疾病？都不是，他就是覺得這是規矩，是尊重。誰的規矩？尊重誰？他自己定的，尊重他。裴允深吸一口氣。行吧，那我今天就去見識見識。他的語氣很平靜，但我認識他6年了，越平靜越危險。我突然開始後悔，也許我應該在路上把車開進溝裡。來了來了，這就是小裴吧？快進快進！叔叔好。爸樂得合不攏嘴，拉着他往裡走。客廳裡，爺爺坐在他那把太師椅上，手裡還是那個老式收音機。爺爺，我回來了。這是裴雲。我把裴雲推上前。爺爺好。爺爺抬起眼皮，上下打量了他3秒，點了點頭。就1個字，但我知道這個恩代表暫時沒被否定。在爺爺的字典裡，這已經算是熱情了。我鬆了口氣。寒暄了10幾分鐘，媽從廚房出來了，圍裙還沒解，臉上掛着汗。小裴來了，哎呀，長得真俊，快坐快坐。你想喝什麼？阿姨好，不用忙，我什麼都行。媽笑得很開心，她一直盼着我帶女朋友回來。12點出頭，飯菜全部上桌，紅燒肘子、酸菜魚、乾鍋花菜、涼拌木耳，還有一盆爺爺的老鴨湯，滿滿當當一桌子，熱氣蒸騰，香味四溢。都是家常菜，別嫌棄。來，坐吧。我們坐下了，我、裴雲、我爸3個人坐在桌旁，菜近在咫尺。但媽沒坐，她整了整衣服，走到了客廳方向。裴雲有些疑惑地看着我。來了。爸，吃飯了。第一遍爺爺沒動，裴雲的目光從媽身上移到爺爺身上，又移回來。我看到他的手在桌子底下攥了一下。爸，今天小修帶女朋友回來了，您過來一起吃吧。第二遍，爺爺把收音機聲音調小了一點，僅此而已。裴雲的嘴微微張開了一點，他轉頭看我，我不敢跟他對視，只能盯着桌上那盤酸菜魚，魚湯表面的油花正在凝固。爸，做了您愛喝的老鴨湯，燉了3個小時呢。第3遍，裴雲直直地盯着這一幕，他的表情從疑惑變成了確認，他在確認這一切是真實發生的，不是我提前安排的小品表演。第4遍，爸，大家都等您呢，菜涼了就不好吃了。臉上還掛着笑容，專業的，30年如一日的專業。我爸在桌子底下默默地搓了搓手。裴雲注意到了，他還注意到了我爸從頭到尾沒說一個字。爸，您放下收音機過來吧，人多熱鬧。第5遍，爺爺終於放下收音機，站起來了。
但他走到洗手池前，開始慢悠悠洗手。在七遍完成之前，他可以有各種過渡動作，洗手、倒水、上廁所，但就是不坐上桌。裴雲的呼吸頻率變了，我聽得出來，他在忍，忍什麼？忍笑，忍怒，忍罵人的衝動。我不確定，但我知道他在忍。爸，您快來吧，今天特意給您多做了2個菜。第6遍，爺爺擦完手，踱步走向餐廳。到了桌前，他看了一圈桌上的菜，然後看了一眼裴雲。裴雲跟他對視，他的眼睛很平靜。爺爺坐下了，但沒拿筷子，手平放在桌上。最後的儀式，媽走到桌邊，站在爺爺身側。爸，您動筷吧。第7遍，爺爺拿起筷子，夾了一塊肘子。還行。開飯信號，我爸的筷子彈出去的速度快得像閃電，我也趕緊動手。裴雲坐着沒動，他的筷子放在碗旁邊，紋絲不動。他看着媽最後一個坐下來，拿起筷子的時候手在抖，不是緊張，是因為他端了一上午的鍋，手臂在酸。裴雲看了整整3秒，然後低下頭，默默夾了一口菜，一句話沒說。整頓飯他都沒怎麼說話，只是偶爾應和幾句媽的問話，笑容得體，回答禮貌。但我認識他6年了，我知道他的沉默意味着什麼。火山爆發之前，總是安靜的。晚上回去的路上，車開了20分鐘，他一個字沒說，我也不敢開口。第21分鐘，他終於出聲了。沈霄，你媽每天都這樣，30年了，你爸就看着，你也看着。我握方向盤的手緊了緊。7遍，每頓飯7遍，1天3頓，1年1000多次。30年3萬多次。我沒接話。你媽的嗓子冬天是不是會啞？你怎麼知道？我看她說到第4遍的時候就在清嗓子了，而且今天菜是熱的上桌的，等你爺爺坐下來，酸菜魚已經涼了，你媽一上午的辛苦全變成了涼菜。我張了張嘴，說不出話，因為我從小就是這麼吃過來的，涼了的菜在我們家是常態，我從來沒覺得這有什麼，直到裴雲說出來。沈霄，如果以後我嫁給你，我不會請7遍。他的聲音很平，像在陳述一個事實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望着車窗外，路燈光一道一道劃過他的臉，表情平靜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不是害怕，是某種說不出來的東西，好像是期待。我和裴雲領證是第2年春天的事。婚禮不大，兩邊都沒什麼排場，吃了頓飯，收了些份子，事就成了。但婚後有一件事很明確，裴雲要搬進沈家，不是他想搬，是客觀條件決定的。我們在城裡的出租屋到期了，新房還沒裝修好。我爸打電話說，回來住幾個月唄，家裡地方大，也省房租。省房租這3個字精準命中了我的要害。裴雲也說，行，先住着。但我知道他心裡有一根弦一直繃着，請7遍，那根弦。搬回去的那天是個週6，我們的行李還沒全部歸置好，晚飯時間就到了。媽做了一桌子菜，接風洗塵，宮爆雞丁、紅燒帶魚、蒜苗回鍋肉、清炒時數，外加一盆豬腳湯，滿桌飄香。媽解下圍裙，走向客廳。我條件反射地握住了裴雲的手，不知道是安慰他，還是安慰自己。爸，吃飯了。第1遍，熟悉的流程啟動。裴雲的身體繃了一下，我輕輕捏了捏他的手指，意思是忍一忍，第1天別鬧。他沒看我，但也沒動。今天小燒2口子回來了，特意多做了幾個菜。爺爺坐在太師椅上，翹着2郎腿，今天連收音機都沒開，就那麼閉眼坐着。裴雲的目光鎖在他身上，
我能感覺到他手心在出汗。爸，吃飯了。第3遍。爸，第4遍。來吃飯吧。爺爺站起來了，往餐廳走。走到裴云身後的時候，他停了一下。新媳婦進門了。爺爺。爺爺嗯了一聲，坐下。爸，吃飯吧。爺爺动筷，全家開飯。我鬆了口氣。裴云也拿起了筷子，開始吃飯。一頓飯平安無事地結束了。晚上回房間，裴云坐在床邊，捏着手機在發呆。怎麼了？沒事。今天還好吧？還好。第一天嘛。第一天。是啊，第一天。第2天也平安度過了，第3天也是。1周過去了，一切風平浪靜。我開始覺得，也許裴金能夠適應這個家，也許他能像我媽一樣，把這件事當成一個無傷大雅的儀式。是我太天真了。第8天，那天中午，媽照例做好了飯，但媽那天嗓子不舒服，前一天晚上她受了涼，一直在咳嗽。爸，吃飯了。她還是站到了客廳口。第1遍，帶着嘶啞。我坐在桌旁，皺了皺眉。裴云坐在我旁邊，正在削一個蘋果，削蘋果的手停了。第2遍，媽的聲音越來越啞，她捂着嗓子，每說一個字都像在用砂紙磨喉嚨。爺爺坐在太師椅上，沒任何反應，好像媽的咳嗽是空氣。第3遍，來吃。爸站在一旁，終於有了點動作。他倒了杯水遞過去，喝口水，歇歇再說。我爸做出了他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關心。一杯水。媽接過水，喝了2口，然後直起腰，準備繼續。爸，就在這時，夠了。裴云放下了削了一半的蘋果，他站起來，我一把去拽他，沒拽住。他走到媽身邊，然後轉身面朝爺爺。爺爺，吃飯了，桌上有菜，吃不吃隨您，我們先吃了。全場凝固了，我爸的手降在半空，他剛才正要拿杯子喝水，我媽的嘴張開了，眼睛瞪大了，爺爺的眉毛慢慢擰到了一起，他抬起眼皮，目光越過收音機，落在裴云身上，安靜了大概有10秒鐘。裴云沒有退讓，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。然後他做了一件更離譜的事，他轉身走回飯桌，坐下，拿起筷子，夾了一塊紅燒肉，在爺爺還沒動筷的情況下，在全家人的注視下，他開始吃了。我的腦子嗡的一聲，像有人在我太陽穴旁邊敲了一記鑼。完了，這個家要炸了。我爸的筷子從手裡滑落，落在桌面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這個聲音在死寂的餐廳裡像一顆炸彈，而爺爺的臉色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沉。你在做什麼？爺爺的聲音終於響了，不是對裴云說的，是對我說的。你的媳婦兒在做什麼？爺爺，我……他在吃飯，菜做好了就該吃，不然涼了。兩個人對視，一個82歲，做了30年的太師椅，一個27歲，從來不吃虧。我在旁邊看着，後背全是汗。我爸已經石化了，整個人縮在椅子裡，恨不得變成椅背的一部分。我媽站在過道上，手緊緊攥着那杯水，一動不動。你，爺爺，我沒有不尊重您，您是長輩，該有的禮數我都會有。吃飯叫你沒問題，但請7遍，這不是禮數，這是折騰人。折騰？對，折騰。您看看阿姨的嗓子，今天都啞成什麼樣了？她已經咳成那樣了，您聽不見嗎？爺爺被噎住了，不是因為他不知道媽在咳嗽，是因為沒人這麼跟他說過話。30年，沒有人
你这个丫头！爷爷，我嫁进这个家是想好好过日子的，我尊重您，但我不会请欺辩。以后每顿饭我叫您一次，您来了咱们一块儿吃，您不来，我会把您那份给您留着，放锅裡温着，但我们不等。说完，他坐了回去，重新拿起筷子，又夹了一块肉。爷爷的脸涨紅了，他疼得站起來。反了！娶個媳婦兒不守規矩，你就是這麼教的。爸，您別生氣，慢慢說。說什麼說？這個家還是不是我說了算？爺爺抓起收音機，轉身就往自己房間走。我媽癱坐在椅子上，臉色發白。我爸的表情像是剛從一場車禍裡走出來。而裴雲，他看了眼緊閉的房門，然後低下頭繼續吃飯。這個紅燒肉燉得不錯。我盯着他看了10秒，然後緩緩拿起了筷子。有些事，一旦第一個人邁出了那一步，後面的人就會發現，原來也沒那麼難。我夾了一塊帶魚放進嘴裡，熱的。30年來第一次，我在這個桌上吃到了熱菜。爺爺在房間裡關了一整天，晚飯沒出來，第二天早飯也沒出來，我媽急得團團轉。雲雲，你去跟爺爺道個歉吧，他年紀大了，氣壞了可怎麼辦？裴雲正在餐桌上喝粥。阿姨，我說的哪句話是錯的？我媽卡住了。不是說錯不錯的問題，他是長輩。是長輩，但長輩不能拿着輩分當令箭，讓全家人圍着他轉。阿姨，您嗓子都啞成這樣了，要不要去看看醫生？他嗓子確實還在啞，其實不止今天，每年換季的時候都啞。他一直以為是自己體質的問題，從來沒想過也許是因為每天要喊太多遍。媽還要說什麼，被我爸的一聲咳嗽打斷了。先吃飯，先吃飯。不，叔叔，我想問你一句話。啊？什麼？阿姨每天給爺爺請7遍這個事兒，您覺得對嗎？這個，對還是不對？你爺爺脾氣就那樣。我沒問他脾氣怎麼樣，我問您覺得對不對？我看着我爸，他的嘴唇動了動。不太合適吧？裴雲看了他一眼，沒有嘲諷，只是點了點頭。那就好，這就夠了。爺爺那邊我不會去道歉，但我也不會跟他吵。他什麼時候想出來吃飯，隨時來。菜在桌上，鍋裡有溫着的湯，叫一遍多了沒有？我媽攥着手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她在怕什麼，怕爺爺真的不吃，怕爺爺出事，怕別人說他沒教好兒媳婦，但她也在怕另一些東西，怕她的嗓子繼續壞下去，怕她再這樣忍30年。飯時間到了，裴雲做了飯，他走到爺爺房間門口，爺爺吃飯了，然後轉身回了餐桌，坐下。等了1分鐘，爺爺沒出來，裴雲拿起筷子開始吃。我和我爸對視了一眼，我拿起了筷子。我爸猶豫了3秒，也拿起了筷子。我媽最後一個，她坐了好一會兒，才慢慢把筷子拿起來，手在抖。不是因為冷，是因為這是30年來第一次在爺爺沒動筷的情況下，她吃了飯。那頓午飯很安靜，沒人說話，但那個沉默裡有一種東西在流動，像冰在融化，像籠子的門被推開了一條縫。下午3點，爺爺房間的門開了，他臉上的表情怎麼說呢？不是憤怒，憤怒在那整天裡已經燒完了，剩下的是茫然、困惑，還是某種我看不懂的東西。他沒看我們，走到廚房，自己打開鍋蓋，裡面溫着中午的剩菜。他自己盛了一碗飯，自己端到桌前，自己坐下，自己吃了，沒等人請，一遍也沒等。我媽的眼眶紅了，不知道是心疼還是釋然，也許都有。爺爺吃完了那碗飯，放下筷子，
站起来走向他的太師椅，經過裴雲身邊的時候停了一下。丫頭，裴雲抬頭，哼，然後繼續走，坐回太師椅，打開收音機。裴雲嘴角微微動了一下，沒有笑，但我知道他明白了。哼，那聲哼不是厭惡，是老頭子在用他僅有的方式說，行吧，這回算你厲害。爺爺不再提七遍的事，但他也不肯在裴雲叫飯的時候馬上出來。爺爺，吃飯了。他發明了一套新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尊嚴。每次裴雲喊完吃飯了，他會等，有時候3分鐘，有時候5分鐘，有時候10分鐘，總之比所有人晚到桌前，好像在說，我是自己想出來吃的，不是你叫我才出來的。這種行為裴雲看得通透。隨他，只要不折騰你媽，她愛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。所以接下來的2周，裴雲做飯，他把做飯的活從媽手裡接過來了一大半。讓阿姨歇一歇。飯好了，他站在廚房門口喊一聲：“吃飯了。”我、爸、媽過來坐下，開始吃。幾分鐘後，爺爺出來，自己盛飯，自己吃，沒人請，沒人等，但也沒人忽略。裴雲每次都會提前給爺爺的碗裡溫好湯，給他的位置放好筷子。他不伺候，但也不冷落，這種態度把爺爺架住了。你說他不尊重你吧？他每頓飯都記着給你溫湯。爺爺，吃飯了。你說他尊重你吧？他就叫了一遍。爺爺整個人都不太得勁，那種當了30年皇帝，忽然退位了的感覺，但他又沒辦法發作，因為裴雲做的每一件事挑不出毛病，他只能在一些細微的地方使絆子。這魚鹽放多了，湯火候差點，這個碗有個缺口，怎麼還在用？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，要擱我媽身上，會趕緊道歉，趕緊換，趕緊重做。裴雲的回應是：哦，下次注意。平平淡淡，不生氣，不解釋，不討好，像風吹過水面，連漣漪都不起。爺爺被噎得好幾次，張嘴想說什麼，又咽回去。就這麼過了2周，到第3周，出事了。我爸媽要來。行啊，來吧。你覺得你爺爺會怎樣？應該還好吧，來了外人，他不至於。我沒說完，因為我自己也不確定。裴雲他爸叫裴國強，退伍的，開了20年出租車，現在退休。性格直到什麼程度？有一回裴雲帶我去他家吃飯，他爸問我：“你一個月掙多少錢？”爸，我就問問。8000，不夠，再努力。然後他繼續扒飯，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。就這種人，直來直去，不拐彎，不藏着，跟我爺爺完全是2種生物。我丈母娘叫高翠英，典型的北方媽媽，熱情能唠，幹活麻利，嗓門大，笑聲爽朗。在她面前沒有尷尬這個詞，因為她會用滔滔不絕的話把所有尷尬都填滿。周6上午，裴雲去車站接的人，我在家，我被安排了一個任務。你就在家看着。我爸那人你知道，脾氣衝。如果你爺爺……我知道，我會看着的。看着不夠，出了事兒你得攔。攔誰？誰先動手攔誰。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特別認真，我一直以為他在開玩笑，後來才知道他是認真的。丈母娘和老丈人到的時候是中午11點。哎呀，這就是瀟瀟家呀，不錯不錯，房子挺亮堂。他拉着我媽的手就開始嘮，2個女人3分鐘之內就聊到了菜價。裴國強則板着臉打量四周，他的目光最後停在了客廳那把太師椅上。2個老頭對上了，裴國強63，1.78米，腰板筆直，走路帶風；我爺爺82，
1.7米，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气场依然压人。裴国強先開口：“親家好。”聲音洪亮。爺爺抬起眼皮：“坐。”裴國強沒坐，他看了看太師椅，又看了看旁邊的沙發，然後他做了一個在我們家破天荒的動作，他自己走到飯桌旁，拉開椅子坐下了。中午吃什麼？我餓了。我的心跳漏了2拍，就這一句話，他就這麼坐下了。在飯菜還沒上桌的情況下，在爺爺還坐在太師椅上的情況下，爺爺的眉頭輕輕跳了一下。外人在，他還是要臉的，但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2下，那是不悅的信號。中午吃飯，裴雲做的菜，我媽也幫了忙，菜上齊了。裴雲站在廚房門口，一遍。裴國強早就做好了，我和我爸做好了，我媽和高翠英也做好了。高翠英一看桌上的菜，吃飯了。她伸手就要去夾菜，我的視線下意識飄向爺爺，爺爺還在客廳太師椅上沒動。30年的習慣讓我全身的肌肉都在緊繃。他還沒來，不能吃。但裴雲已經坐下了，他拿起筷子，裴國強也拿起了筷子，高翠英更是已經夾了一塊排骨。3個外來的人完全不知道或者不在乎這個家的規矩，他們就吃了。我爸看看客廳方向，又看看桌上已經在動的筷子，他的表情像一台死機的電腦，2個系統在打架。一個說爺爺還沒來，不能吃，另一個說親家都在吃了，你不動筷是幾個意思？3秒後，我爸舉起了筷子，他沒看客廳，他低着頭飛速夾了一口菜，像做賊一樣塞進嘴裡。我媽也動了，全桌開吃。1分鐘後，爺爺出現在餐廳門口，他看到的場景是一桌人已經吃上了，熱熱鬧鬧，有說有笑。爺爺的表情很複雜，他看了看裴國強，看了看桌上的菜，又看了看所有人手裡舉着的筷子，他走過來坐下了。我在那一刻忽然意識到一件事，也許爺爺等的從來不是欺騙，他等的是有人在意他，有人主動的、熱情的把他当回事兒的叫他來吃飯。30年前他立這個規矩的時候，也許心裡真正想說的話是你們在不在乎我，但他選了一種最扭曲的方式來確認這件事。1遍不夠，2遍不夠，3遍不夠，7遍也不夠，因為形式永遠填不滿內心的空洞。那天中午的飯桌上，高翠英在講她在菜市場跟人還價的事，笑聲震天。裴國強在給爺爺倒酒，來，親家，咱倆走一個。爺爺端起杯子喝了，他的表情緩和了，甚至嘴角好像有一點點上揚。那天是我在這個家吃過的最熱鬧的一頓飯，也是爺爺笑得最多的一頓。沒有7遍，沒有等待，沒有儀式，只有一桌子熱菜和熱熱鬧鬧的人。我媽全程幾乎沒說話，她在角落裡一口一口吃着菜，眼眶紅紅的。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，但我看到她今天吃到的是熱的。丈母娘他們走了之後，家裡恢復了平靜，但那種平靜和之前不一樣了。爺爺變了，不是180度大轉彎的那種變，是細微的、緩慢的，像老樹抽新芽一樣的變。他不再要求請7遍了，這是最大的變化。現在的流程是吃飯了，爺爺會在3-5分鐘之內自己走出來，坐到桌前，有時候甚至不用喊，他聞到飯香味，自己就踱過來了。其次，他開始在飯桌上說話了。以前吃飯的時候，爺爺基本不開口，他的存在感不靠說話來維持，靠的是那套7遍的儀式感。現在儀式沒了，他的存在感需要新的出口。於是他開始聊天，聊以前在供銷社的事，聊他年輕時候騎自行車從縣城到省城的經歷，聊他認識奶奶的過程。奶奶去世得早，我從來沒聽他聊過這些。那時候啊，從縣城騎到省城，1天1夜就靠着一股年輕的勁頭。後來啊，就認識了你奶奶，這麼多年我也沒怎麼提過。你奶奶那時候啊，做飯可比你媽還好吃，那個紅燒肉整條街都聞得到。我媽在旁邊聽着，臉上的表情從驚訝變成了釋然。30年了，這是爺爺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奶奶做的菜，而不是挑她做的菜的毛病。
有天晚上吃完飯，爺爺坐在太師椅上沒開收音機，他看着裴雲在收拾碗筷，忽然來了一句：“丫頭。”裴雲回頭：“你做的那個糖醋排骨，下次少放點醋。”行。酸不拉稀的。知道了。然後他笑了。味道還行。裴雲愣了一下，轉頭打開收音機，但我看到了他嘴角往上翹了一點，很快就收回去了。但我看到了。裴雲在廚房忙，我在客廳刷手機。爺爺坐在他的太師椅上，忽然他站起來了。我問去哪兒，他沒答話，慢悠悠走向廚房，走到門口，站了一會兒。丫頭，裴雲頭也不回，正在顛鍋，要不要幫忙？鍋差點從裴雲手裡飛出去，他回頭看爺爺，爺爺處在廚房門口，兩隻手背在身後，表情有點僵硬，姿態像是17歲的少年，第一次跟姑娘搭話，彆扭但真誠。裴雲反應很快。行啊，爺爺幫我把那盤花生米端出去。爺爺走過去，端起花生米，從廚房到餐廳10步路，他走得很穩，放下盤子的時候還順手把筷子擺正了。我看着這一幕，鼻子有點酸。我想起小時候的事，我奶奶去世那年，我6歲。那天爺爺站在靈堂前面，一句話不說，所有人都在哭。辦完喪事第3天，他把客廳收拾了一遍，搬進了那把太師椅，然後定了那個規矩：以後吃飯要請3遍。忍一忍，第一天別鬧。我忽然明白了，那個規矩不是關於權力，不是關於面子，不是關於控制，是奶奶走了以後，這個家裡沒人把她當回事了。奶奶在的時候，會在做好飯之後走過來，彎下腰，在她耳邊輕輕說一句，每一次溫柔的帶着笑的，不是請7遍，是有人把她放在心上的那種感覺。不需要7遍，1遍就夠，因為這一遍是真心的。那天晚上我在房間裡跟裴雲說了這些，半天沒說話，然後他輕輕拍了拍我的手。你早就該說的。我知道。30年一句話的事兒，但你們誰都沒說。我沒接話，因為他說的對，30年來這個家裡的每個人都在忍耐，在回避，沒人問過爺爺你到底想要什麼。而那個82歲的老人就坐在太師椅上，聽着收音機，等着，等一個從來不會到來的答案，直到裴晚來了。一個不會繞彎子的人，一個不會把話咽回去的人。他不請7遍，但他會在做飯的時候多做一碗爺爺愛喝的湯。他不請7遍，但他會記住爺爺不喜歡太酸的味道。他不請7遍，但他會在冬天給爺爺的座位下面放一個暖腳墊。這些事比7遍有用多了。轉眼又過了1個月，臘月了，年關將近，一個電話打到家裡，大伯要回來過年。大伯一家，包括大伯嫂子，就是那個當年因為只請了5遍被爺爺逐出飯桌的大伯嫂子。你嫂子說今年想回去吃個團圓飯。我爸接的電話，放下電話後，他的臉色很微妙。我知道，他肯定是聽說了你爺爺那個規矩改了的事兒。我知道裴雲想說什麼，問題從來不在嫂子只請了5遍，問題在於爺爺不該立那個規矩。但這話他沒說出來。除夕到了，大伯一家果然回來了。張美華深吸了一口氣，朝着爺爺的方向走了過去。爸，我們回來了。爺爺看了他一眼，回來了就好，坐吧。就這一句，沒有翻舊賬，沒有冷臉，語氣裡的溫和像一團暖乎乎的棉花，裹住了張美華的心。那天的年夜飯是我記憶中最豐盛的一頓，12個菜把整張桌子都擺得滿滿當當。進廚房倒水的時候，
看見我媽一個人在洗碗，水龍頭嘩嘩的流。媽，她站在水池前，手泡在肥皂水裡。她回頭，怎麼了？您還好吧？什麼還好？就是裴军來了以後，家裡變了很多，我怕您……怕我不高興？我跟你說句實話。你媽我這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忍，忍你爺爺的脾氣，忍你爸的窩囊，忍這個家各種各樣的毛病。我忍了30年，忍到後來我自己都忘了，我到底是在忍還是在活着。裴军來了以後，我才發現，原來有些事不用忍，原來人可以站着說話，原來菜涼了可以重熱，規矩不對可以改，一個人錯了可以說出來。我不是不高興，我是高興，高興的想哭。媽，你爺爺30年了，從來不在飯桌上跟我說話，現在他會說今天的菜不錯，就這一句話，我等了30年。他的眼眶紅了，我站在原地。所以你不用怕我不高興，你媽我高興得很，真的。不知道說什麼好，我媽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去陪裴军吧，他一個人在外面看電視呢。我走出廚房，客廳裡，裴雲窩在沙發上看手機，電視開着，放的什麼節目不知道，大概是背景音。我走過去，在他旁邊坐下，他頭也不抬。怎麼了？我媽剛才跟我說，她很感謝你。裴雲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他把手機放下，靠近沙發裡，他的聲音不大，但每個字都很清楚。感謝我什麼？感謝你来了。沈笑，你知道我為什麼那天會上桌吃飯嗎？就是你媽嗓子啞了那天。因為你忍不了了。不是，因為你媽咳成那樣的時候，你爸只給她倒了杯水，你没有動，你爸沒有動，誰都沒有動。你們一家人都在等一個人站出來，等了30年，沒有人站出來，那就我來。我不是多勇敢的人，我只是覺得，如果連我都不站出來，你媽這輩子就這樣了。她會繼續咳下去，繼續啞下去，繼續端熱菜吃涼飯，繼續忍到老，忍到死。你們家人可能覺得這就是孝順，但我覺得這不是孝順，這是懦弱。他的話像一把刀，把包裹我30年的那層殼剖開了。裡面是什麼？是愧疚，是我一直知道不對，但始終沒有站出來的愧疚。我說，你說的對。我知道我說的对。你就不能謙虛一點？對的事兒為什麼要謙虛？我看着他，燈光打在他臉上，他的眼睛亮亮的，嘴唇微微翹着。裴雲，謝謝你。謝我什麼？謝謝你沒放棄這個家，也沒放棄我。他安靜了2秒，然後伸出手彈了一下我的腦門。傻不傻？傻。行了，去给我倒杯水，渴了。我站起来去廚房倒水。路過餐廳的時候，我看見爺爺還坐在桌旁。他吃完飯很久了，碗筷都收了，但他坐在那兒沒動，手裡拿着收音機沒開。爺爺還不回屋？你奶奶以前吃完飯會坐在這兒陪我聊會兒天，後來她不在了，我就習慣一個人坐着，坐一會兒再回屋。最近不一樣了，你媳婦兒吃完飯會說爺爺您早點休息，就一句，然後就走了。但我就覺得有人惦記我，就這麼點事兒，有人惦記我就夠了。他的聲音很輕。我站在餐廳门口，手裡拿着給裴雲倒的水，水是溫的，透過玻璃杯壁，溫度傳到我的手心。我想起小時候，奶奶還在的時候，夏天傍晚，一家人坐在院子裡乘涼，爺爺搖着蒲扇，奶奶在旁邊擇菜，我爸我媽在屋裡看電視，我在院子裡跑來跑去追螢火蟲。那時候沒有規矩，沒有欺騙，
沒有太師椅，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家。後來奶奶走了，那個家就散了。爺爺用一把太師椅把自己鎖了起來，我爸用沉默把自己藏了起來，我媽用忍字把自己消耗了30多年，而我用習慣2個字騙了自己20多年，直到裴雲來把這一切都掀翻了。不是用暴力，是用一句真話，7個字。你不吃？行，我到了。破了7遍的規矩。有時候我在想，也許爺爺當年等的就是這句話，不是恭恭敬敬的情，是一個真真實實的人，告訴他，你不吃就算了，日子照樣過，但我們會等着你。你不吃就算了，日子照樣過，但我們會等着你，不是用嘴等，是用心。不是用嘴等，是用心。那個除夕夜之後，家裡又發生了很多小事，有些值得記下來，有些普通到不值一提，但正是這些普通的小事構成了我們家的新常態。比如爺爺開始自己收拾碗筷了，以前他是甩手掌櫃，吃完放下筷子就走，碗筷留在桌上等人收。現在他會把自己的碗端到廚房，放在水池裡，有時候甚至會順手把桌上的骨頭渣子攏一攏，抹布擦一擦。我媽第一次看到他擦桌子的時候，嚇得差點把鍋扔了。爸，您放着我來。爺爺沒理他，繼續擦，擦完了把抹布疊好，放回水池邊，然後轉身走回太師椅，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。但全家人都看見了，那把鎖真的開了。